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到这个海边有一个活动啊，这个活动呢是一个秋日集市。为什么那么多椅子呀？吃面包怎么办？Appena volteé. Que van a cantar. 妈妈别急，妈妈别买面包。¿Es? ¿Es? Ah, desde. No puede esperar. Tiene hambre, que es el día de ayer. 哇，这个红薯好大呀，老板。3欧一公斤，烤红薯。混的。Tarjeta efectivo. Hola, ¿qué tal? ¿Dicho hola, qué tal? Sí, pero no está muy clara. Poco a poco. Sí. 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好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们主要想聊一下，在这个欧洲，在西班牙海边小镇的这个生活啊。因为有不少朋友其实移民咨询啊什么的会问的，比如说，觉得住在这个小镇怎么样啊？然后和一些大的城市相比，有什么样的不同啊？对吧？虽然网上也有很多答案，包括我们也会看人家经常聊这个东西，对，但是就是当你住久了啊，尤其像我们住了好多年，那么你还是会有不同的感觉。其实我们一年一年的感觉都不一样，对啊，所以呢，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们就闲聊一下啊，聊一聊这个在西班牙小镇和这个城市的生活会有多大的不同，和我们的一些感受啊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现在住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叫做阿尔代尔啊，它是一个小镇。像我们这个小镇呢，它属于阿里坎特省。阿里坎特省呢，它有好多个就是小镇啊组成的。然后呢，就是阿里坎特呢，它就是这个省的中心的一个城市啊，就可以这么理解。那么阿里坎特呢，它这个城市呢，在西班牙呢，它又属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。因为像西班牙的话，像什么巴塞罗那呀、瓦伦西亚呀，还有那个马德里啊、阿尔切啊，这些都是比较大一点的城市啊。所以呢，如果就是你要住在这个阿里坎特呢，那就是一个小的城市。当然了，就是很多人住在比如说阿里坎特省的这些小镇上的人。很多人也会说，我们就住在阿里坎特，因为你跟别人说，你就跟西班牙人说，你说你比如说我们跑到这个别的地方的西班牙的别的城市，你跟人家说我住在阿尔代尔，他都不一定知道的，对，他们大概率不知道。对，大概率不知道。就你跟他说阿里坎特啊，就大一点的地方，他就知道。所以就是当有一些人他如果跟你说，我住在马德里，我住在巴塞罗那，我住在阿里坎特，我住在瓦伦西亚。那么，这个语境里面其实包含两种意思，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住在一个城市里面的，有一种可能他是住在这个区域的，对啊，这是两个意思啊。那么住在这里呢，总体的感觉吧，你先聊一聊吧，你先聊一聊。总体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像我们之前住在上海嘛，就长时间你在这种城市里面的生活和工作，就当我们移居的时候，我就会首先考虑这种小镇、小城市，就是会感觉要那个，就怎么说呢？就更宁静，没有那么多人的，没有那么快节奏的生活。就我首选就是这类小镇，我们一开始在选择的时候，然
然后来了就是住了这几年呢，我觉得我一开始感觉还是就是很新鲜，就觉得挺好的。但是就今年开始我有一点，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厌倦了。就觉得这儿会有点过于单调和无聊。然后还有就是在孩子的教育上面，就因为我们现在要考虑孩子的教育了嘛，就这个选择感觉很少，就不管它是公立学校还是半公半私还是私立学校，都没有那么多选择给你啊。就在教育方面的资源我觉得很少。但是生活上的话，其实就是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就生活的这种节奏，还有就是一出门都有那么多美好的风景啊。对，要看一个年龄段，还有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，还有就是你是多少人来，这个我觉得都是有不同的感觉。因为你像我来这边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要在这里住，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像那个陶渊明说的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啊，这种感觉，就你像过的是一种比较隐士的啊，对生活。因为如果你在，就像前面我老婆她说在上海啊，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大的城市，那么其实你每天看到的很多的是，就是车子，还有很多很多人，对吧？大楼，对，你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那些汽油的味道，对吧？你这种，反正就你的眼睛吧，四周全是这种，我觉得喧嚣啊什么的啊。当然，在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挺好的。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我都喜欢在那个淮海路上跑步，啊，就是我跑出去跑到淮海路，然后跑一圈回家，因为你就觉得在那个，它当时的淮海路很繁华嘛，它都是两排全是那个什么耐克啊、阿迪达斯啊，就是那种广告灯箱，马路上两边都是，你就觉得那条路，比如说你从那个黄陂路、陕西路，你跑到那个衡山路，对吧？那你就觉得这种感觉让你好像你可以一直跑下去，你不会厌烦。然后你跑到衡山路了，又有很多 club， 就夜店啊什么，门口又站了很多人，年轻人。那就是说，在人20岁的时候，就是你是喜欢向往那些喧嚣繁华的东西。对，我也是，我觉得我也是。就我步入到了，我觉得我是到了28岁以后吧，我就不喜欢那些东西了。就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很好，然后如果夜店门口有一些帅哥美女，还要看一看，是吧？你就会有这种感觉。但是呢，就你真的待久了，待久了以后，就慢慢的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自然的威力，好像你年龄的慢慢的成长，你对这些东西，好像你就觉得会厌倦，就是你可能脑子一天一天也在发育、在成长、在进步，但是那些人还是永远你看到的画面是一样的，就那些人就是这样的画面，所以后来我们就不喜欢这种感觉。小镇的感觉呢，是这里的风景确实有它独特的一面，有很多来旅游的人就觉得这里不错啊。然后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啊，基本上这几年这个小镇都是国家地理杂志什么西班牙最美小镇啊，对，就会这样说。当然了，因为他们这种推广，就会有很多的游客啊、商业啊，或者说这个地方就越来越热闹起来了，在经济上，对吧？对，在商业上，那么这也会就跟以前那种宁静的小镇又会有一点不一样啊。但现实的生活也说了，对吧？小镇就会，工作机会啊就会少，因为一共它的人口才几万人，对，然后那个叫什么学校，教育资源，对，教育资源，还有就是工作的机会，那就会变得更少。还有医疗，对，还有医疗。像这里，就比如说我们隔壁有一个城市，我们经常打车去隔壁那个城市。我们隔壁那个城市叫贝尼多姆，
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城市。也是小城市吧？也对，不算大，相对嘛，就比我们要大。那么我之前就是我觉得，就出租车司机嘛，我就觉得就是，他可以把我们拉过去，然后再回来再接一个客人回来，对吧？当时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贝宁多姆也会有很多人想到这边来玩的。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不可以的，就是它这边虽然是个小镇，但是它的行政权利什么都在这里。就比如说你是注册在这个小镇的那个出租车司机，你就只能做这个小镇的生意，就你可以把这些人拉到别的地方去，但是你要回来的时候你是不能再拉一个人回到这里的。其实他们这里是很近的，就是他打个车从这里开到那儿才10分钟，对，然后10分钟以外的地方你就不能再把客人拉回来，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就业的问题。那出租车司机是这样的话，你比如说开店啊，或者说很多东西，反正就是你的行政权利，包括你的医疗，你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就是注册登记，对，住家登记，你就只能在这一片地方去看这个地方的专门的一个公立的医院。如果你是没有私人保险的话，那你到别的地方隔壁它就不行，对吧？对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镇的一个问题嘛。教育也是的，教育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，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。对，就当时只觉得风景好啊，然后玩啊什么就可以了，也没有想的那么远啊。那么我觉得总结一点吧，就是这里它的风景是好的，然后它还有很多一些精致的东西和生活相关的啊。我举些例子吧，比如说它会有一些房车的营地，你可以开房车，在这边有一些营地，这个喜欢玩房车的人，对吧？比如说它海上有一些那种娱乐的东西，那种冲浪，对，冲浪啊、潜水啊、游艇啊，这些就是说你喜欢这种生活的。然后呢，还有高尔夫，是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它还有酒庄，它有一些那种葡萄酒的酒庄，也有一些精酿啤酒的那种厂，对。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喜欢这种生活的，喜欢喝酒啊，或者说就是说他这种娱乐生活，他不像那种说20岁的年轻人这种什么蹦迪啊什么，这里是没有的。对，你可能在什么巴塞罗那、马德里这种地方有很多那种夜店、club 俱乐部啊，或者什么，这种他没有，对吧？但是就这种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？这种叫什么生活？地中海生活方式。我觉得这也不能算地中海生活方式。就是说这种算什么呢？人文类的生活，我觉得它还是挺多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些不同啊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很热衷于社交，那这儿不适合。对，这不适合。还有就是你，医院这种很大的医院，很大的医院的话，也是不适合的啊。对，因为如果你在马德里跟巴塞罗那的话，那这个很大的医院它就很多，因为我经常去看病嘛，所以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，对这个医疗的方面啊。那么这里的医疗方面就是说，那些保险啊，那些私营的医院，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英语的这个使用能力，它跟就是西班牙的公立医疗体系是不一样，公立医疗体系基本上没有人讲英语的。我觉得就算那个医生他会讲英语，他也不愿意跟你讲英语。就如果你要用英语跟他交流的话，他也不高兴的。对。那么私立医院呢，就这个好一点，而且呢，就是基本上吧，就不要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毛病，那种专家，那么他这边也都能搞得定啊。但是呢，就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地方呢，因为它游客很多，所以总体的这种医疗评价吧，就在这里就不算是特别好的啊。因为
会有说他们非常的形式化啊，就是说没有很多耐心吧啊，因为确实人也很多，主要是这个原因我觉得。那么其他的地方啊，不是那么热门的地方，相对来说，应该医疗上面就会更有耐心一点，更会好一点啊。生活成本的话，其实除了住房的话，其他生活成本的话，这边是不低的啊。对。住房的话，就是它的因为住房的机会，它没有像大城市那么的多啊。这个就是你们到了小城市，如果你们要去小城市，你们要考虑这个问题的。那么大城市它毕竟就房子很多，对吧？然后，房子很多，机会也多。就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人，可能他给你比市场价低一点的什么，就反正就有很多，他有很多机会嘛，因为毕竟就他房子很多，对吧？你在这里的话就不是了，基本上，租房子是不容易的啊，反正他看你啊，看这个看那个的，对吧？都不容易啊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反正就是总体来讲，在这里我觉得其实你要比在大城市的那些卫星城市，就是比如说你在巴塞马德里，你觉得太贵了，你住在巴塞马德里的附近有一些城市，那里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没那么贵，而且它的生活成本也没那么高，因为它依附着一个就是大型的城市，就总体它的资源还是会多一点。那如果像这种地方，包括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地方，就它主要是以卖风景的，对，搞这种风景啊，搞这种旅游的。那么虽然它的这个城市也不大，但是其实你付出的成本也是不低的。就像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地方，从我们这里再开车上去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？瓜达什么？瓜达莱斯特。对对对，有个叫瓜达莱斯特。它是一个更小的一个什么山谷小镇。对，山谷小镇，那里面东西可贵了啊。因为其实也可以理解，就是很多人来这里就想去那边再玩一下，然后到那边的酒店啊、住房本来就很少，就基本上那里都是那种民宿型的酒店哦。对，都是民宿型的酒店，就要100多欧元，就一晚上而且就是很普通的，就像住在人家家里面一样这种感觉。那你觉得住在小镇有什么让你觉得有特别好的东西吗？特别好的就是你过的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嘛，是不同的一个世界嘛。就像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怎么来理解这句话？就比如说原来我住在上海，比如说今天什么，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打仗了，或者说比如说有什么活动了，或者是比如说中国美国谈判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，那么你马上这个同事之间大家就会聊，是吧？就开始就要聊了，或者你朋友圈一翻，大家都在发这个，就你跟人家聊天，可能就会聊到这个。然后你如果坐出租车，可能大家也会聊这个东西。就是说，你住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，这种事情都是一个像一个怎么说，你会被辐射到的。但是你住在这种小镇，你好像就觉得是，其实有点是与世隔绝的。就这边附近人他也不会跟你聊这个东西的。对。他跟你聊聊今年的番茄好不好，橄榄油收成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就没有人会跟你聊这个东西。就像我们两人做的这些题材，没有人会跟你聊这个东西的。比如说我们平时聊什么，这边要大选了，这边要什么移民的生活了，他们没人关心这个东西。就你在这边聊的都是什么？在你们国家有没有什么东西，对吧？这个是很多的啊，很多比如说在中国的茶叶是怎么样子的，或者说什么中文，就聊聊文字啊，就这种东西聊那种好像现在立刻发生的事情就很少，很少，这点是跟住在大城市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那你会觉得厌倦了吗？其实我没有什么厌倦，我没有什么厌倦啊，
因为我从小我是喜欢看武侠小说的人呀，看武侠小说的人都是那个觉得什么山谷里面啊、深山老林里面啊，是好地方呀，就觉得好像那个世间很繁华的地方都是很坏的地方，就是会有这种想法。就是你到大城市你去住了，其实你也就是这样子了。我觉得你没有，就是你在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在大城市住过的人，那么我如果没有来过这里，我没看到过这个景色，我就会没什么感觉。但如果我现在已经眼睛一睁，比如说我就看到这个景色，你再让我去那个大城市里面全是，好像你就会觉得不行。不是我的意思，也不是说就是要搬到大城市啊，我意思是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你觉得有点厌倦了，你可以再搬到另一个小镇呀。就还是可以搬到一个另外一个就不同感觉、不同风格的。可能你现在住在海边，你可以住在山里去。对对对，这个我是说过的嘛。我说那个我要再住的话，我有可能会住到山里面去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就这里住住，那里住住，这个是真的。就是我觉得再好的地方，你住久了，你总会觉得好像有点就没那么新鲜感了啊。你说厌倦，我觉得也不会厌倦。对，吧？厌倦也不能说是厌倦吧，就可能会觉得有点没有新鲜感，有点无聊了，就又想换一个地方去尝试一下。因为它的天气是有那么一点变化的。如果它是永远就是一直，比如说是像泰国那种一年四季都很热的话，对，或者说它如果就是一直是白天没有黑夜的，或者一直是黑夜的没有白天的，这好像你人就觉得有点难受。对吧？如果它是有光线变化，有各种东西的，有四季变化的，有四季变化的。就像我们一到冬天，我们又觉得夏天很好了；一到夏天，我们又觉得冬天很好了，在这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对。但实际上，你到了那个季节，你又觉得它会有一些缺点，就是这样。好吧，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。好。